它是美国最没有面子的一种军种，它曾经一度衰落，差点被取消。它是一个军种的开山鼻祖，它就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赞，小编跪谢。众所周知啊，现如今一个国家的军队最基本的编制就是陆海空三军，分别统辖陆地、海洋、天空，再多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其究极根本呢，就是海军陆战队也是属于海军的编制。但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的美军，当然是与众不同的，划分了5大武装力量：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最后一个呢是海岸警卫队，英文的名称叫做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美国海岸警卫队。顾名思义呢，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美国海岸线、国内航道以及己方周边公海的安全，性质呢要和海警差不多。这里有人就会问到，海岸警卫队简称不就是海警吗？性质是不一样的，这里就要注意了，两者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首先呢，美国海岸警卫队是属于军队战斗序列的，但是海警全称是海上警察，属于国家治安警察的，军和警不能相提并论的。然后就是装备和职责的不同，美国海岸警卫队所配属的军舰都是为了应对战争级别的舰艇，其吨位、武备都与海警不是同一级别的。而海岸警卫队作为军种的职责，还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外敌侵略为主。海上警察则是以维持国家海域治安、避免犯罪行为发生为主要职责。所以从根本上看，海岸警卫队和海警作为军队和警察还是不一样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是美利坚合众国5大军种之一，是美国7个有标准制服的部门之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小的一个，是美国海上唯一的综合执法机构，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执法队伍之一，也是当今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部门国土安全部中的部门之一。作为世界各国海岸警卫队的开山鼻祖，美国海岸警卫队呢是许多国家海上执法队伍建设的标兵，也是美国5大武装力量中唯一拥有执法权力的队伍，也是唯一不受国防部节制的一个。海岸警卫队的发展由来比较复杂，它是由5个不同的联邦机构逐渐合并而成的，而主管部门呢也多次变换，可以说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军种。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历史也是颇为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要求国会组建一支小型舰队，打击走私和海盗行为，以保证进入美国海域船只的税收。基斯船局由此诞生，这也是海岸警卫队的雏形。在1790年到1798年间是海岸警卫队的重要时期，因此在此期间正处在美国海军重组时期，而基斯船局作为这段海军空白期发挥海军功能的唯一组织，不仅参与了战斗行动，使得基斯总局具备了一些海军职能。因为职能变动，改为隶属于1791年财政部的新设置机构水陆关税队。而有意思的是，该机构还曾经参与了1812年英美第一次战争。可惜的是啊，那时候的史料很少，应该是因为1812年英国火烧华盛顿，大量资料都在大火中消失了，其中就包括基斯总局的早期档案。1871年，因为早先的志愿救援站被政府接管，所以由已经改回原名的基斯船局组建的美国救生队正式成立，救生队也成为财政部的独立部门。1915年，基斯总局迎来重要的转型，由基斯总局和救生队合并成为海岸警卫队。历经100多年的海岸警卫队正式诞生。1914年7月28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在1917年对德宣战后，因为海岸警卫队具备一定的海军职能，其中200多名军官和5000名征募的队员受命一同与海军远征作战，主要任务是为货船护航，保护交通运输不受敌人破坏。但努力的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战结束后，海岸警卫队的最高指挥官要求退出海军战斗序列，回归财政部下辖。但是已经知道战时海岸警卫队职责的海军却不同意，海军多数高层认为海岸警卫队完全可以并入海军，所有涉及军事性质的船只都应该在海军的领导下行动，由此便拒绝了海岸警卫队的提议。这也就引出了一位大人物，当时只是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用临时晋升战时军衔的虚职为诱饵，
要求当时仅有的200多名海岸警卫队军官表决去留。最后只有24人反对与海军合并。就在海岸警卫队要被吞并的时候，没想到竟然是海军陆战队救了海岸警卫队。也是在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致力于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进行军事扩张。当时的海军陆战队还是在海军麾下，并不是单一的军种，但是因为作战需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便有了小动作。他不仅要求军种独立，还认为一战结束后的陆军作用削减，要求削减人员和开支，让自己扩大和提高。由于这次独立影响很大，使得海军和陆军很是头疼。为了应付海军陆战队的独立行动，海军只好放弃了海岸警卫队，全力阻止陆战队成为独立军种，而海岸警卫队才得以幸存。也正是因为这样，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成了死敌。虽然最后海军陆战队成为了独立军种，但是因为在军费分配上低于海军，导致海军陆战队被戏称为4等人。时间来到1939年，联邦灯塔科并入到海岸警卫队。3年后，水上检查航行局从商务部转入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结构基本形成。海岸警卫队基本上参加了1812年战争以来的美国历次战争。它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最大规模，队员人数超过了17万。但是在2战期间，也是作为海军的一个特别部门参战的。到了随后的越南战争和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都有海岸警卫队的身影。2003年，海岸警卫队再次发生机构变动，从交通部转入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时至今日未有变化。美国海岸警卫队共有45000名军职与文职人员，预备役官兵有8000人，其中装备有各类舰艇174艘，其中近海巡逻艇78艘，近岸巡逻艇85艘，破冰船2艘，训练舰1艘，飞机4架，直升机161架。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是为了保护公众、环境和美国经济利益，以及海域内的国家安全，在平时为交通部执行人道主义方面的任务，在战时是海军的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它特殊的地位，海岸警卫队实在是无法与陆海空这些主力兵种一较高下，加之其职责还是近海防御这些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分支。但是它的武器装备相比之下实在是小儿科呀，军费开支也低得可怜。其作为美军一大军种的最高指挥官，连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进不去，所以也被称为第5等人和最没面子的美国军种。但是如今面对某些美国海军不好插手的事件时，海岸警卫队就可以凭借其自身军种的特殊性，还能在一定情况下替代美国海军，保卫美国在海洋上的获取的利益。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国际海洋争端问题、冷战时期的不法活动、远洋贸易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救援等等许多问题，不置可否地将海岸警卫队这个美国最小的武装力量推向了海洋的中央，并成为21世纪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和保护美国海洋权益的海上重要军事力量。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